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为什么那个人既有金钱又有时间的余裕呢？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多数人存在误区的金钱与工作方式理念；第二，理解社会中的赚钱机制；第三，实现财务与时间自由的具体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多数人存在误区的金钱与工作方式理念。为什么很多人总是被金钱问题所困扰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他们缺乏关于金钱和工作方式的基本知识。学校的课程中从未涉及这方面的教育，而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关于金钱和工作的观念，往往也已经过时。曾经被奉为成功法则的职场规则，正在被迅速推翻和重写。正因如此，人生的方向取决于你选择相信谁的话。如果您听父母的，您的未来可能会像他们一样；如果您听朋友的，你也会像他们一样；如果您听前辈或老板的，您最终可能会过着与他们类似的生活。因此，重要的是要倾听那些实现了自己理想生活的人的建议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您憧憬的吗？他们的价值观是您所向往的吗？作者以自己为例，他如今过着自由而充实的生活，但这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的。在他刚开始工作的几年里，每到27号的信用卡还款日，薪水几乎就被清空了。当时他的工作充满了加班，几乎没有时间为自己而活。然而，通过向真正懂得金钱和工作方式的人学习，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听从谁的建议，决定了您的人生方向。同时，金钱与工作方式之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。多数人在学习之前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过于复杂，但实际上，这和学一项运动或掌握一门学科是一样的道理。只要有人好好指导，再加上自己的刻苦练习，就一定能够掌握。同样，学习金钱与工作方式的知识，每个人都能创造出更幸福的生活。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无法变得富有？真正的原因在于，收入和能力并不成正比，而是由工作方式决定的。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提升能力，就能增加收入并过上理想的生活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举个例子，作者的一位前同事非常优秀，工作能力远胜于作者，但他却无法实现像作者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。相反，他每天不得不为了偿还房贷而持续忙碌，尽管内心渴望改变，却无法突破现状。这说明，能力与收入并没有直接关系，决定收入的关键在于工作方式。在日本，如果在便利店打工，无论您多么努力，时薪也难以突破1500日元，甚至每天工作20小时，也只能勉强达到月收入100万日元的水平。这就是工作方式的极限。而即便在大公司工作，收入也未必能显著提升。根据数据，日本大公司的平均年收入约为620万日元，现实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般美好。您的工作方式直接决定了您的生活质量与收入水平。了解这一点，并选择合适的工作方式，是迈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理解社会中的赚钱机制。作者指出，只要掌握了社会的赚钱机制，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。收入的获得方式可以分为2种：流动收入以及存量收入。流动收入是指以时间换取金钱的方式，比如公司职员每个月工作，领取当月的工资，这是一种典型的流动收入形式。存量收入是指通过建立系统获得持续收入的方式，比如通过房地产投资或运营业务来获取收益。这类收入在系统建立后，与时间投入并不成正比。流动收入的典型例子是普通员工的工资。存量收入则包括股票分红、房地产租金收益、业务系统带来的长期收入等。然而，大多数人仅依赖于流动收入，作者曾经也不例外。他们靠工资来维持生计，将时间换成金钱，但这也限制了他们获得时间自由的可能性。与之相对的是，
追求经济自由的人通常会努力创造存量收入，因为这种收入没有上限，而且即使不投入大量的时间，也能持续产生收益，从而实现真正的时间自由。因此，如果想过上富足且自由的生活，必须从依赖流动收入的模式转向创造存量收入的路径。这一观点与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中提到的现金流象限的概念不谋而合。作者指出，如果不了解这种工作方式的框架机制，很容易陷入到困境。根据现金流象限，工作方式主要分为以下4种：一、雇员在公司工作，赚取固定的工资，其特点是以时间换取收入，工作的时间越长，收入可能越高。二、独立工作者，如律师、医生等，其特点是以个人时间和销售额为收入来源，虽然可以通过增加销售额提高收入，但工作时间限制了收益的上限，因此独立工作者往往是最忙碌的一群人。三、企业家，建立并管理企业系统的人，其特点是投入时间来构建系统，比如创建公司、委派工作给团队。系统一旦建立，便可通过体系运作带来收入，从而实现经济自由。四、投资者，通过资金投入，构建能产生收入的体系，其特点是用资金构建体系，让钱来为自己工作。投资者能够轻松获得时间自由，但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起始资金。目前，大部分人都属于雇员类别，也有一部分人是从事餐饮、销售等行业的独立工作者。这2类工作的共同点是依赖时间来换取金钱。如果停止工作，收入也会随之停止。相比之下，企业家和投资者则通过建立系统来获取收入，即便减少时间投入，依然可以维持经济自由。作者建议，先成为企业家，再通过企业收入进行投资，这是最现实的经济自由路径。通过建立体系获取存量收入，再进一步将资金投入到投资领域，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时间和金钱自由。这种策略能够让我们在社会中不仅赚到钱，更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实现财务与时间自由的具体方法。许多人都渴望达到经济自由，拥有支配金钱和时间的能力，从而过上富足的生活。然而不少人却不知该如何迈出第一步。经济自由的定义是，存量收入超过日常的生活开支，即使没有劳动收入，也能轻松维持生活。例如，一个人每月的生活开销是20万日元，如果他的被动收入如股息或房租能超过这个数字，那么他就实现了经济自由。从此，工作不再是生活的必要，而是选择。要实现经济自由，需要聚焦以下3点：一、减少支出；二、增加收入；三、建立资产。虽然这3点听起来简单，甚至有些老生常谈，但它们却是亘古不变的致富法则。任何其他轻松致富的方法，如果真的存在，这个世界上早就已经没有穷人。因此，真正能帮助您实现经济自由的，唯有坚定不移地践行这3项原则。第一步，减少支出。减少支出的核心在于停止浪费。财务素养低的人往往冲动消费，购买许多并非必要的物品，甚至被营销噱头或投资所诱导，最终导致财务困境。而财务素养高的人则能够理性地审视自己的消费习惯，避免被低价或促销吸引，而是愿意为真正有价值的商品付出合理的费用。具体做法是：一、审视大额开支，例如，如果房租过高，应考虑搬到更经济的地方。二、优化固定支出，如减少对不常用车辆的拥有成本，可以选择共享租车。三、避免冲动消费，在每次购物前问一下自己，这是否真的有必要呢？减少支出是最直接的财务优化方法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，从而为后续的资产建立打下基础。第二步，增加收入。增加收入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关键在于提升个人价值和市场竞争力。例如，
通过转职、进修，甚至获得专业资格认证等方式，能快速提升您的薪酬水平。作者提出了以下3点建议：一、寻找机会，通过职业顾问了解市场需求，发现自己的潜力；二、提升技能，专注于高回报的技能学习，如数据分析、编程等；三、主动谈判，自己掌握薪酬谈判的主动权，而非被动接受现状。与其让别人定义您的价值，不如主动探索自己的可能性。第3步，建立资产。当减少支出和增加收入的基础稳固后，就可以迈入资产建设的阶段。建立资产的核心在于借鉴成功者的经验，并向正确的人寻求指导。许多人在建立资产时，会向父母、朋友，甚至不具备成功经验的人咨询建议，从而导致决策失误。作者建议大家，请务必向那些已经取得显著成果的人学习。此外，寻找一位值得信赖的导师，能够为您提供专业的指导。无论是学习新技能，还是转变财务思维，导师的作用不可或缺。学习任何领域的知识时，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到专家，模仿其方法。另外，进入优秀的环境也能促使自身成长。具体的方法有：一、参加研讨会，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，拓宽视野；二、加入社群，找到符合您目标的圈子，让自己被同类环境塑造；三、结识新朋友，与优秀的人同行，才能实现自身的质变。无论您处于哪个财务象限，拥有信息传播能力都会成为强大的助力。通过传播自己的观点或经验，您不仅能建立影响力，还能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机会。企业家可以推广产品，投资者可以扩大人脉，与其他投资者交流，与优秀人士建立联系，获取独特的市场信息。从今天开始，打造属于自己的媒体平台，无论是写博客、拍视频，还是分享知识，都是提升个人价值的有效手段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